中国真的病了，病得很重，重到连3亿农民都要被拉上手术台，被推着进城，被逼着消费，被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问题是，农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，还要拿什么救政府？在2025年第2季度，中国的宏观杠杆率突破了300%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在最新发布的宏观杠杆率首破300%报告里写得清清楚楚，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短短3个月里又蹿升了1.9个百分点，达到了300.4%。这个数字把所有人都吓傻了。要知道，美国的负债率是260%左右，日本因为庞大的政府债务接近400%。可别忘了，美国的债务是由联邦、州、市和企业多元化分布的，结构合理。日本的债务主要集中在政府，债权人是本国居民，能自我消化。中国呢？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最高，地方债远远超过中央债。看起来中央财政很轻松，其实只是把锅全甩给了地方政府。这就好比一家人，父母天天说我钱够用，但实际上全靠儿子女儿刷信用卡硬撑，已经快被催收电话轰炸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借钱不是为了发展吗？投资不是能拉动 GDP 吗？听起来很美，但现实是鸡飞蛋打。这就是当下的局面。借钱投资本来是借鸡下蛋，花点成本，等着未来收益反哺。但现在的情况是，蛋没下出来，鸡反而被折腾死了。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，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已经跌到4%左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辛辛苦苦投100块钱，只能换来4块钱的收益。换句话说，借钱砸下去的每一砖一瓦，最后都变成了冰冷的债务堆。可笑的是，北京方面依旧在幻想，只要借更多的钱，就能维持住那个漂亮的 GDP 曲线。结果呢？2025年2季度，名义 GDP 增速只有3.9%，创下2023年以来新低。而实际 GDP 增速和名义 GDP 之间的缺口，也就是 GDP 缩减指数，已经是连续9个季度为负。换成人话，物价在跌，收入在跌，经济数据靠借债撑着表面光鲜，这就是典型的虚胖。看似身高体壮，其实全是水肿。最荒谬的提议来了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给出的3条路子之一是，把3亿农民推到城市里，让他们去消费救经济。听上去是不是很熟悉？龙转飞早在10年前就喊过，但如今却成了最后的稻草。问题是，这些农民去哪？住哪？钱从哪来？2025年的中国，失业潮已经蔓延到了城市的每个角落。大学生毕业即失业，白领降薪跳槽无门，就连律师都去送外卖糊口。这样的一座城市，凭什么容纳3亿农民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农民工要真正变成市民，政府必须给他们提供住房、医保、教育、养老金这一整套福利，动辄就是上万亿资金。而现在各地财政早就捉襟见肘。财政部的数据摆在那里，2025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，而支出却在继续暴增，缺口越来越大。中央财政收入一年不到10万亿，但光转移支付就超过10万亿，再靠每年3、4万亿国债维持运转。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搞到这种荒唐程度。这就好像一个家庭，老爸工资10万，却要给亲戚朋友转账12万，再靠借债活着，能撑多久？而且中国的城市化早已进入了被动阶段。日本就是前车之鉴。1977年，日本的城市化率达到75%，之后几十年基本停滞。直到进入21世纪，农村老人逐渐凋零，
人口自然下降，城镇化才被动突破90%。今天的中国，农村老龄化程度是城市的2倍。3亿农民不是主动想进城，而是被政策驱赶，被生存所逼。最终，他们能带来的不是消费升级，而是一波波的低端人口被清理、被边缘化。所以说白了，北京方面所谓的农转非，根本就是一场虚幻的自我麻醉。与此同时，投资依旧在疯狂。2025年，中国推出了8000亿元的2重建设项目，涉及1459个工程，从长江生态修复到重大交通基础设施，从西部陆海新通道到水利工程、地下管网。听起来宏大，实则空洞，因为大部分项目都属于低效投资、无效投资。数据最能说明问题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经是当年 GDP 的4到5倍，远远超过美日德，成为全球最荒谬的经济畸形。这不是建设未来，而是制造债务炸弹。更讽刺的是，官方还在鼓吹科技创新能救国。问题是，中国现在的创新不是独立研发，而是内卷化、山寨化。房地产崩塌之后，北京方面试图扶持新能源汽车、光伏、电池等新兴产业，短期内确实亮眼，但体量太小，根本无法替代房地产这个庞然大物。所谓的科技自立自强，更多时候只是口号。就像 DeepSeek 刚出世时被吹成能震撼美国的 AI 黑马，结果半年不到，月均下载量暴跌 72.2%， 从8000万跌到2000万，宕机、漏洞频出，跌落神坛。这就是中国式创新轰轰烈烈出场，悄无声息退场。问题越来越清晰，中国经济不是在转型，而是在溃败；不是在突围，而是在自负。债务堆高如山，投资回报见底，消费无力提振，3亿农民成了最后的遮羞布。一句话，农民救不了政府，政府更救不了自己。说白了，今天的中国经济就是一场全民被债务绑架的悲剧。你以为债务只是政府的？错，它早已变成了你我头上的紧箍咒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6月发布的数据，中国的人均债务已经超过14万元人民币，而全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，这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人这辈子根本还不起账单。在美国，债务压力更多由资本市场吸收；在日本，政府可以无限借债，居民手里有储蓄。但在中国，债务链条层层传导，最后摊在了最弱势的人身上：农民、打工人、中产。为什么中国的企业疯狂内卷？因为政策逼的。央企、国企被命令性投资，借债建项目，哪怕明知道回报为0，也得上。结果是什么？行业过剩，恶性竞争。举个例子，新能源汽车。2024年，全国有200多家新能源车企，2025年上半年一半已经陷入亏损。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，33家上市车企总负债近10万亿，利润被挤压到历史新低。大厂裁员，中小厂倒闭，工人被抛弃。那些当初被鼓动转行造车的年轻人，如今在工厂门口拉横幅讨薪。而老百姓呢？房子买不起，车子不敢换，日子一天比一天紧。这就是内卷的尽头，企业亏到吐血，民众穷到吃不起泡面。康师傅2025年上半年财报显示，方便面销量下滑了11亿包，创下20年来最大跌幅。方便面都卖不动，这个国家的消费力还能撑多久？官方把3亿农民当成消费救星，可现实残酷的令人窒息。农民进城不是坐高铁来买豪宅，而是背着铺盖卷来干苦力。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7月数据，
全国农民工平均月薪不足4700元。而城市生活成本呢？根据第一财经统计，北上广深的月均生活成本至少8000元。农民一进城就是亏本。更可怕的是，一旦他们失业，立刻失去生存保障，没有医保，没有社保，没有养老金。这不是消费升级，而是生存坠落。所有的希望都指望财政兜底，但财政早已千疮百孔。根据财政部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财政赤字接近5万亿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40多万亿元，很多地方靠城投公司借新债还旧债，实质性破产。比如贵州，2025年6月公开承认部分基础设施债务无法偿还，云南多个县城停工停建，东北一些城市甚至拖欠教师工资。所谓的稳增长，其实就是借钱拆东墙补西墙。北京方面喊的口号是科技自立自强，可事实呢？芯片被卡脖子， AI 被吊打，生物技术落后，量子科技虚无缥缈。DeepSeek 的失败是最典型的，刚出道时被吹成中国 AI 之光，半年不到就下载量暴跌72%，还3小时宕机。雷科技总结得很好，中国式创新只能昙花一现。科技本该是创造力的结果，可在一个没有自由、没有原创土壤的环境下，所有的自立自强都只是政治口号。如果说债务是天上的乌云，那么落在地上的就是百姓的哀嚎。2025年，中国城镇失业率逼近7%，青年失业率更是突破20%。大学生送外卖，小镇青年返乡务农，白领降薪转行。房市崩塌了，股市低迷了，钱袋子空了，物价还在跌。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？有学者形容，中国正进入一种史无前例的通缩陷阱，经济越冷，消费越萎缩，债务越沉重，循环往复，直至崩溃。所以，农民救不了政府，政府更救不了自己。宏观杠杆率破300%，企业内卷致死，财政赤字失控，科技创新虚幻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在告诉我们，中国经济正在走向一个不可逆的深渊。农民进城，最终会沦为城市里的最底层；企业借债，最终会死在债务的泥潭；政府借新债还旧债，最终会迎来不可避免的暴雷时刻。所谓的保增长，其实就是一场集体自欺欺人的幻觉。而这个幻觉，总有一天会在一声巨响中粉碎。2025年的中国看似高楼林立， GDP 数字依旧漂亮，但骨子里早已烂透。农民、打工人、中产全都在被动承担债务的代价。这不是一个国家的正常经济，而是一场荒谬的金融实验。一句话，当农民都要被逼着卖屁股来救政府，那么他们还能走多远呢？